一早就睇日出。我哋出發去睇下非洲人點樣去開井，開井都要用電啊！黑色個塊就係太陽能板。沙漠最缺乏係乜嘢啊？水咯，每10米就開一個井口，然後將啲沙泥從井口度吊上嚟。開鑿井口主要嘅目的係用嚟灌溉。導遊叫我哋去井下面參觀下喎，但係未落去之先，嗱我試下將呢個空籃吊上嚟，好難啊！可能腳短啦，喺地面上面開井口，而喺井底下面就收足暗渠，將地下水引到地面，用作灌溉和飲用。而珍貴嘅地下水唔會因為天氣炎熱而蒸發，亦都唔會因為天雨嘅關係受到污染。但係而家已經冇水流經過㗎啦，只係供遊客參觀嘅啫。食完午飯，我哋又就途出發。今日嘅天氣仍然好熱啊！由撒哈拉沙漠到馬拉喀什嘅路途上，會經過天吉爾呢一個鎮，而呢一個鎮有一個好著名嘅地方叫做托德拉峽谷，而呢個峽谷係位於阿特拉斯沙文嘅東部，棕紅色嘅岩石又高又斜，吸引不少嘅遊客慕名而來。當地嘅居民主要係摩洛哥嘅帕帕爾人同埋阿爾托利亞嘅阿拉伯人，好多時候佢哋都嚟呢度消暑同露營㗎。而阿特拉斯沙漠確實高，冬天係會落雪㗎，千祈唔好以為非洲冇雪落啦。我哋睇咗好多日落嘅美景，而每一個早上，我哋都好早起身，目的係睇星星同埋睇日出，仲要拍日出嘅相。呢啲係我哋細個玩咗啲嘅無字天書，主要用檸檬汁、醋、小梳打塗響紙上面，紙張嘅纖維吸收咗之後再加熱，預熱嘅紙張就會呈現咗圖案或者字體，因為檸檬碳化而呈現出嚟。而顏色呢，可以用茶、葡萄汁同埋牛奶，就會變成茶色、藍色同埋黃色啊。
摩洛哥出名嘅係堅果油。首先將有殼嘅堅果用錘打開，然後將啲肉拎出嚟，將堅果肉放響石磨裏面，然後磨成黏狀嘅液體，再經過處理之後就變成堅果油。返到去酒店安頓之後，就即刻去坐馬車啦。而家我哋坐咗馬車啦。坐完架馬車啦，而家我哋咧就落到嚟咧馬拉喀什最旺嘅地方啦。好似我哋嗰啲講嘅嘢，佢哋。今日響馬拉喀什係最後一日，我哋前往馬洛雷勒花園，又被稱為 YSL 花園。呢個花園成為聖羅蘭嘅私人花園，原本係法國畫家馬洛雷勒喺1924年建造，喺1947年對外開放。大理石嘅水池、小徑、竹林、仙人掌、棕櫚樹同埋水池，牆壁上嘅深藍色成為花園嘅獨有特色。到馬洛雷勒離世之後，國際品牌 YSL 首席設計師就買咗呢度啦。聖羅蘭好中意呢個花園，當佢自己都死咗之後，亦都將骨灰放喺呢度。呢個花園獨有嘅顏色，一個字靚啊！仲有好多流流雜雜嘅唔同品種嘅植物都有齊啊！大家可以睇睇下。呢個咧就係唔可以入去啦，但係咧就唔可以影相。我哋影一個落啦，就算數啦。仙人掌啊，好多啊！其實老實講咧，真係好多植物，好多仙人掌由加州嚟，即係嗰個嘅美感。
8個人8個拍金鍋雞啊！瑞慈聖羅蘭花園嘅旅程我哋今日就要離開摩洛哥，早上最後一個行程就係前往哈辛二世清真寺，用咗7年建築，面積有2萬平方米，禮拜殿同埋廣場可以容納10萬人做禮拜。呢一個係摩洛哥最大，亦都係世界第3大嘅清真寺，叫做哈辛二世清真寺。坐落響大西洋之上，亦都係 Casablanca 嘅新地標。朝頭早，一陣陣嘅水氣彌漫着整個嘅清真寺，充滿着霧氣嘅清真寺，增添咗神秘又美麗嘅色彩。而若隱若現嘅清真寺，更顯出佢嘅氣派同埋莊嚴。我哋越嚟越行近呢個清真寺啦，我哋快啲入去裏面參觀啦。呢個清真寺全部有25扇自動門，係由鈦合金鑄成，係可以抵抗嗰啲嘅海水侵蝕嘅。而正門呢係重35噸，唔需要用鎖匙開㗎，係使用一種密碼鎖，咁樣叫都叫唔開㗎。據聞只有國王先知道嘅密碼。清真寺內係包括咗伊斯蘭教經學院、圖書館、演講廳、會議廳。而大殿之內呢嘅大理石地面常年供暖啊，因為響冬天嘅時候氣溫低，而地板呢亦都可以自動加熱。當夏天氣溫過高嘅時候呢，屋頂呢響5分鐘之內呢亦都會打開散熱嘅。清真寺內潔白嘅牆身用大理石精工雕琢，顯得氣派莊嚴。我哋轉落去地牢嗰一層睇下，呢個係個浴室，係男女沐浴室，可以容納1400人同一時間嚟到沐浴㗎。佢哋嘅沐浴梗係唔係沖涼啦，主要都係洗手、洗腳、啷口，重複做3次，咁就完美啦。